根据资料显示，月经并不是人类的专利，在动物界里面有许多的动物都有月经的周期，但我们并不是动物星球频道，所以那一点都不重要。今天要来为广大的男性解惑，相信各位男性朋友一定都有遇过女生在某一些的时候，就会像《进击的巨人》里面的女巨人一样，骂不能还嘴，打不能还手，动不动就生气气。相信这时候广大的男性同胞一定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妈的！每一次那个来就把我们当成男佣，扫地、煮饭、切猫砂，偶尔还要当家庭主妇，明明就没有做错什么，真的是。好，那为了替广大的男性同胞在关键的时候增加存活率，我们快一点一起来请教安生妇产科的吕医师。你好，吕医师，我想请教一下我的女朋友，她每次月经来的前后好像都换了一个人似的，月经到底是什么东西？第一个我先跟你解答一下，为什么来的话会换一个人？因为他来的时候，我们的荷尔蒙会改变，所以身体会不舒服啊，情绪会不稳定啊，那甚至有时候严重的话会来痛经，在月经中间它不舒服是常见的所以你就要多担一点心。那假如平常就会这样子说，那可能你要检讨一下，不够温柔所以像我女朋友那样子，每个月都那样子说，是我的问题。他假如是月经期间，当然是 OK 啊，前面7天左右跟月经来的5天左右，这个是正常的啊。假如其他的话，就考虑你自己了。那我们讲一讲它月经，什么叫做月经？因为我们排卵从第1天开始，卵泡慢慢长大到排卵排卵到第14天左右，然后再加后面排出来以后，我们一个黄体期。那黄体期准备要怀孕，那假如说它没办法受孕了，那整个子宫内膜就会剥落下来我们这个叫做月经所以只要没有怀孕的话，1个月左右都会来一次月经。女生大概几岁的时候会有第一次月经呢？以前像我们在念书的时候，那时候的平均年龄都是12岁左右，但现在有可能9岁、8岁就有可能来了。那我们在医学上的定义，8岁以前来，我们叫做性早熟。初经脚太快来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它以后的身高，因为它月经来了以后，它的骨头的生长点会闭合，所以身高在长高的程度就有限。假如在8岁以前的话，一个小女生她爸爸或妈妈讲说她胸部会痛，一定要去检查，让她月经慢一点，让她以后身高长高的机会就比较高，要当模特的机会也会比较高。了解。经痛它算不算是一种病？经痛它有时候是病，有时候又不是病，所以它叫一个征兆。那它经痛让我们一个征兆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看看说它有没有病，我们去查它的原因，所以我们叫做征兆，不叫诊断。有。如果像是它经痛来的时候，我可以让它吃一般的止痛药吗？其实我们的止痛药是非类固醇的止痛药。那非类固醇的话，一个我们类固醇当然不能随便乱吃那它最重要的，它是经过肝脏或者是肾脏代谢。所以你长期吃当然不好，所以长期吃是连续一直吃。那假如说我现在经痛，今天痛了，我偶尔吃一下，其实是对身体是不会有什么伤害的，但是还是经过医师的处方所以有时候是换个药这一次是肝脏代谢下一次换个肾脏代谢，那同一个器官就不会负担这么久，所以这蛮安全的，但是还是要经过医师的评估。经痛药有可能会造成不孕，这是真的吗？经痛药可以吃，所谓的不孕不是经痛药引起的，纯粹只有痛经，它是一个征兆，不是一个诊断。它假如是诊断出来是子宫内膜异位它这个就有可能会不孕，或者是腺肌症有可能影响着床，也有可能会这样，或者子宫肌瘤它在靠近子宫内膜的地方会影响着床，那有可能。所以就是要看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跟不孕有没有关系，那到时候详细的诊断就知道。2次月经中间，我女朋友她也有不正常的出血，这样子要怎么处置
对你讲这个也是一个重点。你说月经跟月经中间突然来了，我们有一个叫做排卵性的出血，那这种大概我们允许它1天，然后超过2-3天了，这个就要查一下它的原因，因为它变成是一个不正常的出血。那第一个不是月经，第二个不是排卵性的出血，一般其实在90%以上都是跟睡眠、压力、情绪有关系。然后最近睡不好啊，或者是比较累啊，就容易会这样。所以万一有这种情形，你就多体贴一下，看他有没有好了。没有好的话，再请医师诊断看看有没有问题。我刚刚上网去查，怎么月经好像正常来是28天啊？怎么时候有些25天就来，有些时候30天就来？我是不是要壮烈成人啊？其实，在月经当然是28天是一个标准的算法，因为从卵第1天发育到排卵14天，到黄体期排出来14天着床，这是28天是标准的。但是它也有一点差异，所以有时候我们正负7天都是属于正常的。那你假如是35天才来一次，那是正常的；21天也是正常的，只要在这个中间就 OK 了。教一下各位安静期怎么算法，因为我们知道说后面的黄体期固定14天是固定的，所以我假如是月经是这个月到月经来是50天，那我的排卵期是哪一天呢？你会不会算？不会，不会哈。我教你，你就把它50减掉14，所以变成说第36天才排卵。所以你假如说我从月经来第1天，你怎么知道它第36天才会排卵呢？所以你可能就接着那时候是安全期的。假如说是月经是30天来的，你就跟它30减掉14，所以它是第16天排卵。所以你月经的期间这个时间长度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月长度是多少，这个就是安全期算法，它失败的地方。对，有。所以假如是女朋友或者是老婆月经很规则，每个月都是28天、29天，那你这个安全期的算法，它就成功率就很高。好，那月经每次来的一次大概是几天？那一般最多的当然是3到5天，超过一半以上的女生都是这样子少部分会到7天。那超过7天，我们就建议她还是要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小于3天的话也是比较少。其实这个都是一个症状你假如说这个症状出来，征兆出来，小于3天会不会是她排卵比较差？这个就是想要怀孕的时候就要去检查。假如她暂时还不想怀孕，那你可以再观察，没关系。那如果像她经期不稳的话，会建议去调经吗？经期不稳定的话，叫时间你比较不容易去预测所以你假如说需不需要调经，看你需不需要避孕。你假如需要避孕，因为你没办法靠这个天数去算所以你用吃药来，它第一个准确，然后第二个月经又规则至少你不用那么辛苦21天就辛苦1次对第二个你假如是还不想怀孕或者不需要避孕其实在21到35天中间不调经也没关系，因为安全期就像股票一样你有办法预测下个月它会涨吗？下个月你女朋友或者是老婆的月经会几天吗？不知道嘛，因为它随着每个月都可能21到35天中间都有可能，所以你有可能会算错，那这个就会失败。所以在安全期的算法，避孕的效果它大概只有60%那只要用保险套，它大概可以到80%，那用装避孕器可以到98%、99%，那避孕药可以到100%，所以是有几种这避孕的方式。我们听说，如果在月经来的时候发生性关系，会衰3年。那在月经的时候可以发生关系吗？其实我们刚才就讲到，在月经中间应不应该，可不可以在一起？主要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讲到子宫内膜异位，它可能是一个月经的回流，所以你在一起的时候，怕它是不是会收缩，造成它的月经回流以后，容易造成子宫内膜异位。除了这个怀疑以外，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也可以在一起，不会衰3年啦。不会衰3年。那想要问一下吕医师，如果在生理期来的时候发生关系，会怀孕吗？理论上，因为所谓的月经，刚刚已经提过，月经就是因为它怀孕失败，
着床失败，所以掉下来子宫内膜剥落，叫做月经。所以理论上是不会。但是有一些她已经怀孕了，但是她稍微有一点出血，我们把它当成是月经。所以当然你会把它说，哎，我怀孕的月经中间，然后在一起就怀孕了，其实不可能这样子，应该早就怀孕了。所以有时候在算预产期的时候，会觉得说，你这个本来就大个2周啦，所以应该是已经怀孕了你才在一起，所以不会在月经中间怀孕。当然在月经中间有可能说月经来了，有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啦，所以请老公或者是男朋友稍微体贴一下，多做一点事。假如说平常就会脾气不好，或者心情就不好，一天到晚就跟男朋友或者老公吵架的话，那可能就其他问题。感谢各位朋友们收看这一期的赵 TV， 女生朋友们这边偷偷的告诉您，下一集我们将会有更多的专业知识，有一些知识呢，说不定连女生自己都不知道哦。赶快叫您的男朋友一起过来收看，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我们点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谢谢。